这都怎么了？这都滑板不要了。来3、2。天哪！一人冲一边的干手。萧敬腾现在很难受。谢谢。对对对，好 nice，完美。两双手，4只手4手连弹。小心啊！哇，是不是感觉很有？视野一下子就很开阔。现在可以俯视我了吧？哦，真的可以俯视，你们俩的头顶都被我看光了。秃不秃？好像我还不秃。我给你拍一张，又来拍照了，怎么样？可以，可以吧？可以。 3、2、1，我觉得会很好看。好看吗？放我这吗？对。正正直接被逼走了。这个相机就是他的兵器啊！好主动啊，阿范哈。等他显色再给我吧。好，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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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没办法呀，正正。为什么没办法？就直接。正正主要是因为这男生是新来的，我是有一种被侵略的感觉。主要他现在也没什么立场啊，对。我又不是你男朋友，我有什么立场阻止别的男生接近你呢？绝了，这招，超级绝。很好。我觉得有这张照片，这趟旅行都不会亏。给你看一下先，你看直接在后面走着了。我是不是有一手？真的很好看，是吧？我看看，我看看。哦，这构图啊！等一下你上去，我也给你来一张。我觉得真的巨帅。对。哎，这样有一种那个唐僧骑马东流走。然后我是猴子。他很努力。哎，真的很像。拼了命的演，对，拼了命的耍。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你们俩谁来牵？你们俩谁来牵？来，我来。正正生气了。怎么牵就这么牵是吧？哦，好，好，这样可以吧？走，宝贝。啊。他叫马宝贝。谁知道呢？这个速度可以吧？啊，可以的，可以的。害怕吗？不害怕。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对，我上马的时候有点害怕。坐稳了其实就好。有我们俩帮你护驾，不可能受伤了。谢谢你们两个。哦，哎，心情好好啊。哎，他们两个之后会不会打起来啊？就戴着墨镜，里面都是恨。哎，要么你们俩站着，我帮你们俩拍一张。啊，可以呀，可以呀。好呀，好呀。我也背景太好看。我得来喽。对。哇，这马真的好高啊！看一下，怎么样才能把你们全部拍起来？哪种好看？对，然后你贴过来一点，对。贴过来了。哎。哦。来啊！3、2、1，耶 ！OK。耶 OK， 超开心，超开心，好勉强。希望能拍得好看。走吧，宝贝。你猜这张会不会好看？我猜这张没有我单人的好看。我也觉得。有事吗？是怎么？这是我煞风景？没有没有。这句话是。哎，你敢不敢回头啊？我敢啊。你回头看一下。他要给他拍了。哦。希望它要好看，没有人能阻止这句话。我给你拍张照。你们要不要2个人骑？你们要不要2个人骑？要不要2个人骑？可以啊，想试试。我先试试。我先试试。可以，可以，可以。我先试试喽。拿，对，你试吧，拿好。让他们2个男生骑吧。我也觉得。我把它牵到这里。把它滑板扔了。你要不要这个给我借我蹬一下？外套。不行了，不行了。谢谢哦。哎呦，哦，走了。哎，你慢点儿。还要等会儿。悄无声息的走了。你小心点哦。他会不会觉得我俩沉啊？他去捡石头去了。不是吧？拿石头 KO。不会，你确定？哇！啊！哇哇哇！可是这个画面很浪漫。刚刚怎么就是画面太近了，现在就变成浪漫了呢？可能我就是双标吧。
好，走了，我们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还东倒西歪。风好大。天哪！感觉怎么样？很不错哎。他不看了。滑板也不要了。其实我坐的还挺舒服，你坐着硌得慌吗？我不硌，我跟刚才一样的。他不会滑这个。哇，仙气飘飘，哎，那个云跟那个山一样高。哦，感觉离天好近啊，在这里看。他一直在擤鼻子。我以为他哭了，吓我一跳。哇！有一种《还珠格格》的感觉，有没有啊？哇，这个马好有劲儿。他去追牛。他都疯了。放牛。你往我这边靠就行了，你要怕掉下去。嗯。他是不是在那边疯狂吸引注意力啊？发出很大的声音。他可能是单身，真的很快乐。感觉很舒服。哇，你得拉住我，我就很害怕，从这儿掉下去。怕掉下去。嗯。我这拦着你，我觉得只要我掉不下去，你就不会掉下去。啊，对，我感觉有安全感。哇哦，哇哇哦！幸好我们选的是大马，如果选小马，肯定不愿意拉2个人。对。哎呀，阿范什么时候上？他开始给牛拍照了，阿范。哇！哦！哎呦！掉下来了。下马。等一下。OK 吗 ？OK。我走下。那个脚。我走下。那个脚。脚，要不测一下这个吧？等一下，你踩一下，然后那个脚跨过来。哦。小心。好的。卡住了还。不理我算了。他在干嘛？他一个人。哎，你会打水漂吗？哦，我们去打水漂吧。可以啊。哎，怎么这么快呀？哦，5个。哦。来啊，我们准备，3、2、1。我们也可以比谁扔得远。输了的人要答应赢了的人一件事情。好。输了啊！我输了。你是不是在放水？没有，反正我输了。师傅，我们能往回走吗？找我朋友。哎，回来了。眯进眼睛里了吗？对。哪个？左边。这里在想招呢。喜剧人。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穿个外套，咱们走。走吗？哦，马上。哎，我们去那边吧。我们去那边有一个湖。对，我们是要去，就是要去湖边的。这么巧吗？我觉得那个湖挺好看的。一起，乐乐。他载了每一个人。兼职了已经。哎，哪有那种骑马环湖的呀？你想骑吗？我想在湖边玩一会儿再骑。嗯，好。全是拒绝的语言啊！哎，其实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眼睛啊，好像金沙子，有吗？单单一个卯啊，这是可以码小卯两。好像没看不见，你自己就是揉一下，自己揉一下。哎，有一个睫毛。怎么了？进沙子了吗？对，有个睫。哦，哎呦我天！你俩能不能站这挡个分儿啊，哥？谢谢。你看我可以不用他牵着，我就可以骑。真的，就阿范真的。哇！好嘛，好。哎呦，哦，走啦。这个风。你冷吗？我不冷，我不冷。要不要穿衣服啊？不要，我不冷，只是风大。那就可以了。哎，那是谁？你们来干嘛啦？我们在玩打水漂。我来了。哦，我们俩我没有出师，好像。啊！我的手机。你小心大意。我的手机掉出来了。我有纸巾，谢谢。你帮我拿一下我口袋里的。对，我帮你弄吧。好的，谢谢。
我帮你把手机壳洗一下。好好。哎呀，真的时候掉出来。我觉得还可以啊 ，perfect。谢谢。你平时喜欢拍照吗？啊，我给你拍一张。好啊，无法拒绝的话术。下次我真的要试一下这个。来啊，3、2、1。他其实拍的还行，好像还不错，我的构图好像稍微歪了一点点，稍微歪了一点点。笑得很灿烂。嗯，是的，还不错，还不错，对还不错，还不错。哇，你想到处走走吗？可以啊，我们可以聊会儿。可以啊。哦，你刚刚来感觉咋样？适应不？稍微有一点不适应，刚来，然后一下子，感觉跟大家都还没有特别熟嘛。但是看到小叶是不是稍微会亲切感？嗯，对对对对对。啊，太猛了！我走前面。有挡住吗？挡不住，四面八方的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的头发，救命！头发活了。这个小伙子太牛了。刚刚那么尬的局他都能尬进去。对，这个风吹得我有一点，你的刘海，已经变得，对我怕我手脏的。没关系。放首歌听吧。啊。City of Star。你也喜欢唱歌？对，我也蛮喜欢唱歌的。你喜欢唱啥歌？这是《爱乐之城》。我表演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我会唱男生的部分，而且我不用看谱子。真的吗？真的莫名很有缘分。真的有点缘分哈，有点小缘分。那你跟我一起唱。对啊。但是你是主角哦。好的。我只是配角。好的。这对我也喜欢，是很好的开始。喜欢这个氛围。大家别闹，这样子。你的技术是可以的。当然。1、2、3。好酷炫的出场方式啊！但是又有风，它又是上坡啊！要不要试一下？来了，就先滑几步，然后再踏上去，对然后再侧过来，对，让滑板动起来，让滑板动起来，是这个位置吧？可以。没事。直接就，刚躺的还蛮顺的，其实。重心一定要放在前面，包括下板的时候也要后脚先下，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得往前。对，我在放羊。我感觉你拉不住我我。拉住你，隔着外套，这个分寸还是可以。我抓住你的手指就好了。好了，松手了啊。你真的要放开我了吗？对，你试一下，我在你后面。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现在很稳。好好玩啊，感觉。这是下坡的吗？哇！他们俩今天亲密度有点爆升了。对。这个凝视哈，这种凝视可以。哎呀，可能他们俩现在还在一起。我去考察他们的微博。蛛丝马迹哈，找一找。对，这
这一刻想唱清，本节目由畅清酸奶独家冠名播出。这一刻想唱清，本节目由畅清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刚张房间，你要热水是吗？啊，我要热水，谢谢。你要泡药吃？我要泡一下药吃。没交流。他又累了，弟弟又累了。疯了，他要崩溃了。弟弟，我也是人啊。怎么样？刚刚搞和张张玩了吗？没有单独玩。行，就一起。我已经解开隔阂了，哥们儿已经好起来了。哎呀，这个凡尔赛，开心的小狗。无语。我要疯了！怎么？你说嘛。就是疯了又疯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嗯，就是一团纸，它是比如说你点它嘛，是可以点燃的。嗯，你知道吗？张张就是一块冰，你再怎么点，都很难去点燃，很难去点燃，很难融化它。那你就融化它嘛。我现在就是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啥？把我自己做好。其他其实我不用管那么多，就是也不要让他觉得不舒服。但我只是尽我自己力就行了，我觉得。自我说服。也是，把自己做好。怎么样，跟小峰？我看他一直在撵你。还好吧，他跟我约法3章了。什么？他说他以后吃饭要坐在我旁边，然后要一直跟在我旁边。高兴了。哇，跟屁虫。那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还是就先看看吧。到我考验男人的时候了，哈哈哈哈哈！这边疯了。他是真苦，我能感觉到，因为身边粉红泡泡太多了。我反正我就是挺喜欢他的。挺喜欢张张。对啊，这小孩越挫越勇哈。反正我不管其他的，如果说有谁喜欢张张的话，反正我就公平竞争。哎，你怎么样？他们俩玩的挺好的。他们那时候2个人在骑一匹马嘛，然后后来他们好了，然后我去骑了。然后我问了一下泽泽想不想骑，他说他有点累，他就不骑了。哦。今天一开始心情可差了，你会有事？搞什么啊？你们终于回来了。来了。啊，终于有人理我们了。先给你小秀一下。小秀一下。给他小秀一下。我俩直接滑到了撒哈拉了。直接滑到玉龙雪山。情绪这么暴躁吗？心情没有很好了，确实。发泄去了。哎，他们3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女生的表现好像还行吧，她也没有刻意的，就是回避掉那个阿范的攻势哈。对，记得之前郑好像每次都说公平竞争嘛，但这次好像她表现的态度没有那么亲切了。对，最后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她觉得阿范可能真的是个对手了？我感觉阿范刚插进来的时候，郑有一点小危机感。对，之前他和77 3人行的时候，郑是很游刃有余的，就是他是完全占据3人关系的主导地位，没把77放在眼里。对。其实只是他出现的比郑晚了一点，否则我觉得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点恐惧。这个对手真的实力太强大了，真的。那小葛跟张张呢？小葛现在真的好难哦，好苦哦。我觉得比较难了。
张张就是油盐不进的那种感觉，然后张张一定是要他喜欢那个人，他才会对他，但是他又碰到喜欢的那个人，他反而又会躲。也不知所措。对，其实张张分析自己分析得很透彻了。对，我为什么能跟小葛玩得这么好？哦，我跟他是朋友。对，小葛都快疯了，小葛在云南要缺氧了。特别喜欢这种怪人，这种怪人很搞笑。好，接着往下看。老北京涮肉，哇，咱老北京就是一地道。怎么做？都可以啦。我就坐这儿吧。我坐这。哎呦，我坐个离这个锅都挺近的地儿。你想坐哪？哦。他一直不坐哎，阿范。哦，我能坐这儿吗？哎，不挨着正正坐。真的很冷。阿范，趁虚而入。这个位置怎么这么高啊？哦，是不是？是有点高。是不是？离得有点高。他也别去做了。先吃吧，先吃一会儿吧。有没有调羹？我想喝汤。想喝汤是吧？没有麻酱。恋爱的人手都少一截。那个，我吃那个。生活不能自理了。吃那个，我要吃那个。北方人都吃多少？我什么都吃。南方人都吃咸的，我们就吃甜的。 OK 啊。不是啊，它就是它那个豆沙，对，豆沙馅和枣馅。你尝尝熟了没？我感觉熟了。你不敢吃。这是什么？啊，我偷偷看一下。报名表。那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嘛？聊聊报名表上的问题。问他们仨共同的一个问题吧。那我就问你，产生过最天马行空的想法吧。我写的是开动物救助站。哇，哦，对，但是这个之所以很天马行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未来不可能干这种事情，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需要有很大，无论是精力还是各种时间、金钱投入的一个事情，对。但是我可能自己很喜欢养动物嘛，我可能未来会养3只狗、2只猫这样子。哇，好具体。我的是修廊桥。修廊桥廊桥，廊桥就是我老家是泰顺的，然后是廊桥之乡嘛。温州那边经常会台风，然后就会有可能会发洪水，然后就是当时洪水就把我们家乡的一座廊桥给冲走了。是。然后我当时就是产生了要往建筑这方面学的想法。哇！等一下，下一次我来先说。你们两个真的很正经，你们两个说完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讲了。我产生过最天马行空的想法是穿越成公主小妹的黄浦山，好可爱。我觉得也挺加分的呀。是，而且他们这么年轻也看过《公主小妹》啊。正常，我觉得看过这部剧的女生也会有这种幻想，想做黄浦山。对。20岁的餐桌心事。餐桌心事。其实底下还有很多东西。好啦。毕业之后你会选择回老家，还是留在大城市？我觉得我应该是会选择回老家。我现在自己住了一段时间，我就是整个人精神状态很不对，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特别的孤单，我就感觉就是我在那个城市是没有归属感的。我可能情绪不太好的地方，我整个人会崩溃，就爆哭，会一个人爆哭。但这些情绪都是在我之前我住寝室跟大家朋友一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体会过的。就后面我可能发现我还是不适合独居吧，就可能还是更想回到家里。如果你一个人，你回到家里面，你看灯都是黑的，黑黑的一片，然后完全没有声音回应你。对，然后你要自己去打扫，就会心里空落落的。像我寝室一个人住的，本来双人寝室就我一个人住的，如果我写作业，我可以1天不说话。不是，你知道吗？就是你长时间一个人待着，你就已经丧失了跟人家主动交通的这个社交能力了。就是那种很久没有人跟你说话，你就不知道怎么跟人聊天了，已经不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喜欢的人想要去别的地方，我愿意跟他一起去，我愿意跟他一起去。
哇哦！对，我愿意陪伴他。纯爱战神啊！开玩笑。这酸奶太好吃了，更甜了，更甜。不错不错。佩佩呢？我跟你们都相反，就是我很享受一个人住，应该说去年1整年吧，就是一个人就是独居的状态。然后我特别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因为我是从小那种爸妈管得很严的，然后我可能出去就觉得就是感觉到很自由。然后就是毕业之后的话，我是觉得我肯定会想要去大城市，我甚至想要去很大的城市那种。反正我觉得只要有机会，我觉得我年轻，我就是想闯荡，然后我想就去试一下新的生活。对，反正我还挺享受独处的，对我也挺享受独处的。其实我不太喜欢家长的束缚，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家长能左右的。我可能觉得说想去找一个比较慢生活的、慢节奏的一个城市，稍微节奏稍微慢一点，然后有工作机会，我就会想去。因为我之前在北京实习过2段，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正就是北京的。对啊，对啊。对，因为就是很大，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融入不了。对。那我跟你还挺像的。就是首先大城市，像我读书是在北京嘛，这个城市它确实很大，但是它不是一个我想留下的城市。但是回老家吧，实在是那个工作机会是太少了。就是说，只是为了给家人陪伴而去留在老家，我觉得也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选择。就是你应该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给家人更好的环境。但我希望我能够在就是接下来的研究生3年里，去慢慢的探索出，比如说这个城市它既能给我幸福感，然后它又能让我离我的家人不会太远，然后同时它又能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对，我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思路好清晰哦。那走吧，我们去休息吧，外面太冷了。进去说吧。哇，什么声音啊？烟花吧。哇，好漂亮。那个时候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在这里，我想给你道个歉。认识你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和我自在的相处。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又特别好。我反正今天挺开心的，不知道你今天开不开心呢？我觉得是想让你在真正的了解他，这才是我最想要的。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难过，因为哭了，这么严重啊？这么夸张吗？他可能扛了1整天了，是有点难熬。你说，哎呀，就是今天很难过，我感觉到每天都很难过。我今天就比较难过的时候，就是郑郑和泽泽他们俩在一个牵马一个骑马的时候，或者是后面他们俩一块骑马的时候，我其实可能心里会有点落差。在他们俩身边，我就感觉像个电灯泡似的，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就刚来到这，我其实很开心的，然后我不想要就是一天的心情都那么荡。那我觉得你其实今晚可以再去选一次泽泽。我也这么想。因为反正你们也没有1对1的独处过。对，就一直没有过，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就我觉得我这次已经真的，我觉得是挺主动的了。把自己逼上极限了。所以今天我就有点知难而退了，然后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我跟郑郑和小葛住一个房间嘛，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我觉得我会忍不住，就是对郑郑不爽。还是有点 jealous， 有点嫉妒和吃醋。哇哦，还挺真实的哈。真的情敌那种。这个要控制好自己哦。肯定会有一点，毕竟，对吧？前2天玩什么？你们？
我们舞会的上玩的还挺刺激的。啊，对，玩什么？玩什么？啊！什么对视10秒，而且要2个人吃同一个面包啊什么的，互喂喝的吃的。哇，我不行，这种我会脸爆红。就是我是那种容易脸红的人，其实就是我也没有很害羞，但是我就会立刻脸红。包括就是我也没有很难受，但我会哭。哦，我是那种就是泪失禁体烦死了。哪怕是我可能没有喜欢这个人，但是就是很近，我也会脸红，然后可能就会被误以为我对这个人有感觉。你对我脸红了，被我拿捏住了吧？拿捏了，小样儿，他喜欢我啊！我只是真的很容易脸红。来吧，聊聊吧，今天跟 Pico 怎么样？Pico 不知道是，就你那种最直观的那种，因为有很多点他是蛮幼稚的。嗯，你像我们今天出去玩嘛，就眼睛里进东西了。我跟佩佩我们2个人在弄。哎，我看见了，对。然后他们2个的话就站在我们俩旁边在聊天在玩儿，所以就是说他幼稚的点就在于，他沉浸于在他自己的世界，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不想说再让他在我身上浪费一些时间。那是不是应该直说呀？其实不应该冷的去处理这种问题。他说不出口嘛。女生春日效力，旅行中的遗憾之一，便是错过和某些伙伴拥有共同回忆的机会。明天将有一场发生在陌生朋友之间的冒险。哦，必须得错开。我想看这种陌生。要选陌生的吗？我在你前面走，然后你离我的距离不能超过3步。好啊。不是，是我们选女生，女生选我们。男生先选，女生先选啊？不知道，可能要待会儿才能知道。好，朋友们，来，这一刻想唱清，接下来进入唱清神秘任务环节。那其实呢，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畅清盲盒，这里边呢有我们的畅清蛋白时光的自然原味和丝绒椰子2种口味的酸奶，我们会按照大家抽出的口味呢，分为原味组和椰子组2组。今天的任务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跟陌生朋友之间的一个冒险，我们其实已经帮大家做好了一个分组，明天的男生都已经标注好了会去哪里，那女生究竟会怎么样来匹配？猜对率最高的这一对就获胜，那失败的这一组呢，将会坐入锅中接受真心话的拷问，好吧？来，跟陌生朋友，对啊，就不能就不熟的。所谓的陌生朋友是什么？什么就是他们没有约过会，没有单独约过会的意思。这个太难选了吧？这个真的概率好难选，好难啊这一题。谁会选正正啊？正正跟佩佩吧。怎么讲？有一点点原因吗？佩佩来的时候就给了正正跟范范，没那么熟，但是佩佩有好感，对，所以他是有可能有小心思，然后配了他，有点小心思。我觉得佩佩肯定会去主动选他，佩佩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范范应该会跟泽泽啊，因为范范一直喜欢泽泽，他一直说我没有单独约会的机会。对呀，小叶肯定在这边了。我觉得很完美了，不就做个锅吗？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不可思议，它都是真相。机会来了！谢谢。这边放吧，大家往中间坐。我都这了。黑板。哦，一场和陌生朋友的冒险。哇！请按留言的收听顺序选择伙伴。什么意思啊？哦，就是有选择权是吗？先去的人。对对。先留言的人有选择权。好，我先去。我先去。谁先去了？正正。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哦，你看，完了，那他选正正。我先去喽。可以啊。我预定下一个。哦，哇！你们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不想去古城。雪山吧，雪山好一点，感觉。
喂，这里是77，这里是77。哇，吓到了的感觉。今天我们一起到了丽江，我骑着摩托车带你去兜了一圈风。一天接触下来，我觉得你情商真的非常高，然后相处下来真的令人很舒服。这个鼓掌什么意思？鼓掌。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情绪可能不是特别好。Hello， 你们好，你们可以叫我佩佩。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忽视了你，在这里我想给你道个歉。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能再进行一遍自我介绍吗？你能再进行一遍自我介绍吗？这一次我一定会认真听的。就这样。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挺好的，是吧？我觉得挺真挚的。可以，可以。可以，但是我私下说给你听，我私下说给你听。他不会又选到那儿去了？然后接下来我是选，算了，猜不透。要选择伙伴吗？因为我觉得就是和陌生朋友的冒险，然后我目前为止就是佩佩就想选正正，目前为止就是感觉还没有和正正接触过。想问，镜头给到泽泽，你愿意和我就是一起雪山冒险吗？好啊，好，好啊。我的斩钉截铁，好啊，秒同意。那我可把你贴上去了。好，好，好。我觉得这种时候也不太好拒绝。是啊，因为本来就是要跟陌生朋友。对。这一次我一定会认真听的。感觉还没有和正正接触过。七七都懵了。对，好的，我会私下给你介绍，我选正正。我在下面，我在下面，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确实有点陌生，确实有点陌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到你和他跳舞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小难过。你愿意和我一起雪山冒险吗？好啊。那我可把你贴上去了。好，好。有谁？你去吧。我想去。好好，你去。小峰，哎，小峰去了。我真要预约下一个了啊！小峰为什么这么急着去听？Hello， 小峰，我是小叶。今天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挺开心的，有看到你的一些改变，包括叫我小叶老师，给我一个专属的称呼，其实还挺开心的。我就叫你小叶老师，好不好？为什么又要重播一遍？行吧。行吧。都给我记好。然后我有问题想问你，我想知道你的这些改变的有效期是多久？也很难答，又是一道他超出他能力范围内的题目。我觉得他其实也不能算改变，他应该算是成长，它是永久的，它是永久的。好会说。这次答得很好哎。我们约法三章，坐车啊就要坐你边上，然后吃饭的时候坐你边上，可以给你多加点菜啊这种。甜甜甜。你的这些改变有效期是多久？它是永久。然后选的话，小峰选谁啊？我都搞不清楚了，算了。人我想选小叶，我想选小叶。啊！不给他选，陌生朋友啊，哥。因为其实
看他怎么说。这是新的一站嘛？新的一站也是非常的陌生。好吧。这是可以的吗？就是前一站是1.0的小峰，现在是2.0的小峰，现在是2.0的小峰。小峰2.0。突然他变得好会啊！是有升级吗？要没有升级，那就不算陌生朋友。绝对有升级啊！我觉得这完全 OK。你要是确定你升级了就可以了。对对对，绝对有升级啊！全员做锅。小爱，你想去哪？随便。随便，那我就选这个。OK。等一下，我能不能变卦？可以啊，你想去古城是吗？我想去峡谷。OK 啊 ，OK 啊。他气不气人？小东西害人不浅，一下害到8个人。看一下，看一下。哎呦。Hello， 小叶老师，我是小峰。今天虽然接受了小叶老师非常严酷的火星拷打，坐上去吧。你要考我屁屁啊？我们进行一些严刑拷打。也是看了我的许多问题，能让我之后更加自然、更加勇敢地与你相处。在今天骑马的时候，马颠了我屁股超马，感觉我的心也超马。哎呀，他好像是进入到2.0了。虽然风吹乱了你的刘海，但我觉得还是超级美的。跳着的，开心死了。我牵着马。这是什么？什么啊？今天其实还是挺冷的，你好像也感冒了。可以摸摸外套里的口袋，有我给你准备的一些东西，也希望你感冒快点好起来。天哪，坐满了现在。他的表情好骄傲。外套里的口袋有我给你准备的一些东西。一天可以进步这么大吗？因为爱，因为喜欢。快夸夸我！哎呦，他靠他身上。阿范，我就不谦让新朋友了啊。那阿范肯定是选泽泽呀。对啊。我之前上过马，可以带你。真的很好看，是吧 ？Hello， 范范，我是洛洛。啊，洛洛。哦，你看。对，洛洛给他留言了，说不定他会选洛洛。Hello， 范范，我是洛洛。今天是我到小屋的第1天，然后一开始其实我还挺紧张的，所以今天下午你出来帮我拿行李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激。帮你拿一下，帮你拿一下。谢谢。真的，他挺好的哈。后面下午在湖边的时候，我的手机掉到泥里了，你还帮我清理，觉得很暖心。我的手机掉出来了。我帮你把手机给它洗一下。好。擦一下这个。就是一些温州人的默契。后面我们在湖边就是有散步聊天，感觉你跟我的兴趣爱好也还挺相投的，所以觉得认识你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也很感谢你今天对我的照顾。然后我就想问，你今天照顾我是因为我是新来的女嘉宾，还是因为你对我有一点好感？如果是后者的话，你就摸一下你的鼻子。今天的问题的话，我的举动就是主要是出于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我会比较习惯去帮别人，去照顾一下别人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挺好的，这样直接说，我觉得很坦诚。对。然后，我想邀请泽泽。
他会很有安全感。太高了，太高没有安全感。可以，那你要不切，来，我来，我先试试喽。你试吧。肯定是了。我想邀请泽泽跟我一起，可以吗？同意，同意。拒绝吧。拒绝。同意。拒绝。同意。拒绝。郑郑都已经跟别人走了，你 OK 吗？哦 ，OK， 哦 ，OK。可以。Yes。我想邀请泽泽跟我一起。好。 OK。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什么地方？我不太想去古城。古城，我也不想去古城。那我们俩去荒野，可以玩一玩，可以不？可以。哦，刺激了！你都没有选择，只剩下2个男的。蔡依洛呢？对啊，洛洛去哪儿呢？让他们先去听吧。没人去，我去。帅呀，真的。 Hello， 郑郑，我是泽泽。我猜你也想到今天我可能会给你留言。今天跟你接触了蛮多的，相处下来我觉得很开心。我们今天有一起去骑马，有一起去骑3轮。你还教了我一直我很想学的滑板车。哇，这个好舒服啊！但是这个好舒服。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我们在湖边，那个马就是想把我们俩拉下来的时候，你反应很及时的跳了下去，然后把我给驮住了，我觉得就很感动。这简直加分加惨。我反正今天挺开心的，不知道你今天开不开心呢？嗨，废话。然后我想回应一下你之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说长寿的大海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我想让你帮我起一个藏族名字，然后我想好了，它叫长寿的大海，应该是次仁嘉措的意思。好听啊！这个 callback 厉害。那你现在拥有一个新的名字啦，次仁嘉措。然后我今天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天的相处，你觉得最开心的瞬间是哪一个呢？骑马吧。骑马呀，滑板都还行。其实我有问同样的问题。哎呦。哇。最开心的时刻应该是滑板的时候吧。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好好玩啊！哇！我把你拦腰截下。对，然后你在前面，我在后面拉着你。然后好，我也知道我的新名字了，我叫次仁嘉措。刀扎在心上。Hello， 泽泽你好，又是我。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字幕都改了，后期老师。我们去骑了马，去滑了滑板，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难忘的时光。然后我想回答一下你之前问过我的那个问题。我感觉你好像有意无意的在把我往佳琪的身边推。哇！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公平竞争。啊，这个眉头。我觉得他会给我们2个制造一些机会，对，同时我也想给他制造一些机会。听得脑袋嗡嗡的。是想让你在真正的了解他过后，你再选择我，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哇，还可以。好成熟哦。但是这种话女生也不一定爱听啊。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从早到晚最开心的一刻是什么时候？他们真的问的问题一模一样。最开心的瞬间是哪一个呢？是什么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刻应该是我们从马背上，就是快要翻下来的时候，你跳下来，然后拖住了我。没事没事。阿范都听不下去了。刚刚是一条。还有一个，阿范。阿范想改票吗？阿范。泽泽，还是我，阿范。相信应该也不难猜到吧。今天总体来说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跟你和正正一起去骑马了，然后帮你拍了很好看的照片。我给你拍一张，我觉得会很好看。他很努力，真的很好看，是吧？真的很好看。哎，感觉比较遗憾的就是可能没有跟你一块儿骑马。就那时候，问有没有人想去第二个上马的时候，我其实说了。你们要不要2个人骑？可以啊，想试试。但是正正的声音可能更大了。其实你们俩骑马的时候，我有点无所适从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了。哦。但是我后来邀请你的时候，你应该就是累了，然后就没有骑，就感觉很正常，挺正常的一件事儿。啊。然后今天就是你们在骑马的时候，我去帮2个陌生人去拍了照片，他们俩是一对情侣。他在干嘛？他一个人。你会打水漂吗？哦，我们去打水漂吧。可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难过，因为就是我觉得帮您和正正拍照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来啊，3、2、1，耶！哭了。好感性的小男孩呀。然后后面确实就是心情有点调不过来了，我就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因为我的理想型是你，我的理想型是你。哇！其实听到这话还是会有点感动的。我之前上过马，可以带你。你挑着担。泽，首先第一个就是很有责任心啊，然后第二点就是很漂亮。谢谢你们2个。没办法。然后前面的陈述就这么多了，想问一下，我们晚上听完留言之后有没有时间单独聊聊天呀？然后我要问什么问题？就是我和正正，我们俩其实算是不同类型的人。你对我们这2个类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就这样子吧，拜拜。这个问题好难答。可以写篇论文。哎。我的理想型是你。我觉得是想让你在真正的了解他过后，你再选择我，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哎呀。关于第一个的回应，我的答案是 yes。哇。然后关于第2个答案，老实讲，你们确实是2种不同类型的男生，但其实我的理想型并不是说看他是什么什么类型，我是一个很不受限的人。就是我会更看感觉一点，和你的接触就是很少，所以我目前其实并没有很快能够判断出你是哪种类型的。另外一个男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给我反差感比较大的一个男生。小葛老师。然后我们俩也是因为有一些缘分吧，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对。
大概就是这些，我们可以私下再聊。希望七七能收获1条留言。有吗？ Hello， 我是佩佩。耶！双向了。他第一次听留言。我都要哭了。有没有想到今天给你留言的人是我呢？哎，他们是互相给对方留的，对吧？啊。其实之前我们2个都没有很熟的。因为第一天进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我感觉你都好像在和别人闲聊。但是今天我们一起骑摩托的时候，我又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温柔还很细心的人。就像当时我们不是，有一只小狗突然从路上冲出来，小黑还在路中间，好危险！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安慰我，我觉得就是还挺感动的。所以今天之后，我就想问问你，对我的好感度是怎样的呢？就是大概1到10的话，有多少？哎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这是7。因为我跟小叶没有接触过，那我就跟你们去峡谷了。哎呀，哦，你看懂什么意思了吗？7啊，那就行。很高哎。Hello， 不知道你会不会猜到是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就好像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但也看对谁。看对谁？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会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和我一样接触。哦，那你知道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真的是哎，我能感觉到你不是一个很容易能敞开心扉的人，很难有人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我能够理解你。我也记得你说恋爱在你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但我自己觉得没有女孩子会拒绝或者讨厌被珍惜、被爱护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就都希望你能够和我自在的相处。我不会给你压力，也不希望给你压力。这个很好哎。不错。我也是一个喜欢打直球的人。我其实对你挺有好感的，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可以了。我就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今天就说这么多，拜拜。小狗也长大了，难题又丢给张张了。就是说，私底下我会找你说这件事的，对，私底下我会跟你聊一下。张张懵，不知道。然后就剩古城冒险了，其实，这还用选吗？把3个都贴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说不清，还是要当面去说一下。嘿 ，Hello， Pico， 然后我是张张。我觉得跟你是有很大原因的，就像是我们前几天相处嘛，就是相处很开心很自在。就像跳舞那一天，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这音乐真好听，就是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那么腼腆。不要垮掉。这个方面，我觉得你是很好相处的人。
是某些方面我确实是有点 get 不到你的点，get 不到你的点，就像是我觉得你某些时候的行为，让我觉得有点幼稚，坐不住了已经。就像是比如今天我和佩佩可能就眼睛里进东西了，然后你们就是在旁边看着，你们只是想在你们想关心我们的那个时间段里面，就是对我可能会产生一点就是额外的关心吧。没想到张张也想要明目张胆的偏爱。当然啦，但是说实话，反正是到目前为止，我是真的没有说会产生过多的一些额外的感情，我是产生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是产生不出来的。好直接哦。我是产生不出来的，对。我对你的感觉，说实话是更偏向于朋友。他张张好直，可是这样也好。我不想说的很直白，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伤害的。很直白了，挺直白的。很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就这样。肯定记得了，我生日都记得。 get 不到你的有点幼稚，额外的产生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想。对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伤害的，就这样。哇塞，这个眼神已经失落，B E 了。可怜的娃娃。就你觉得一个人变好了之后，但是他就马上就受伤了那种这样。洛洛应该没有吧？笑得很灿烂。是的。还不错，还不错。其实我还蛮喜欢泽泽的，有一种《还珠格格》的感觉。其实来的晚不是最尴尬的，尴尬的是这一季现在的关系虽然没有定型，但是非常复杂。对，所以洛洛也挺无奈的哈。我们走吧。答不对，主要是我们被那个小峰给害了。因为升级成了2.0的版本。说好了陌生朋友，就是搞什么2.0，这是所有人都欣然接受了他这个。没有人说不行。就是你们怎么都，节目组不干预一下吗？就是，害得我们在这一顿猜，还有推理进去了都有。其实洛洛挺好的，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他就是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了别人，然后最后一个空自己填上。但是现在这个关系网其实挺复杂的一点就是，泽泽、正正、佩佩、阿范有一对很稳定，然后呢两头都扎着2个人。我目前看来，我觉得很难去攻破他们很牢固的关系。泽泽跟正正2个人就是目前还是挺锁的状态。这能有啥事儿才能攻破他们这个堡垒？很难。生死之交出。他救了我的命，把这个冒险做成一个真冒险。以我录了3季来的感受，会有那种意外发生。我觉得可能会有。真的呀。泽泽其实他有的时候挺心软，他刚刚在听到那条留言的时候，他其实特别的有代入感，他能够去体会别人。8个人经过了统计之后，确实我们打平了，都没答对，咋办呢？这样，这个惩罚在节目最后返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锅继续留回给小峰是吧？小峰，我们在现场把锅给他备好。他们嘉宾会过来返场。对啊，一般都会。哇，就是他们都会看你之前在这哔哩吧啦说了人家多少头那种坏话什么之类的。糟糕。反正七七现在在家里在打造一些兵器。来，我们先看。就是，来了。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其实是不开心的？踢箱子。箱子是我还好。关一下门吧，也不叫不开心吧，我有点懵。就是听懂了又没听懂。我
我这么问你，你今天开心吗？我今天开心啊，确实挺开心的。那我想知道你那天舞会也过得很开心吗？我是开心的，就是那天是很开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这种开心自在，并不是说我对你有特别多的好感在。明白。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对你产生出额外的那种好感。就是还是会有点愧疚，有点抱歉，觉得。然后你的某些行为的话，会让我容易联想到我上高中那会儿18、19岁的男生的那种行为，你明白吗？挨骂了，我跟你说。你可以认为我很幼稚，就是你得搞明白，就是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他做的任何事情都觉得是幼稚。你现在是对我有一点好感的，还是？对，我现在对你很有好感。对，我现在对你很有好感。那我考虑的东西就会很多。那你觉得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吗？思想，虽然看年龄的大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思想是不是真的成熟。他俩快吵起来了。那我们之间就是三观是否合呀？对呀。但是你没有跟我接触，你怎么知道？完了。但是你看你刚才，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相处一下。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才会知道。这问题就是我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跟我有好感的人相处的那一类人。所以你就给我感觉你就像是什么，把我们俩关系搞得很奇怪，然后感觉像是上了一层盾牌一样的。对。就是跟我相处起来，就是那种刻意的去回避一些东西，我能感觉到，我不是傻子，就我只是没跟你说而已。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相处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就是自然而然我们去相处，我不想说很刻意。是你把它想得很刻意，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不想说咱们两个说绑死了，或者是绑定了，或者怎样的。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我是这个想法。所以他是想让张张把那个盾牌拿开，我们先得接触，才了解我们合不合适。也对。我看你有点尴尬，你要不要拿个这个？你要不要拿个这个？拿个这个有点不自在，是吧？更安全感一点，这样舒服一点了吧？有一点。我还是很怕尴尬。你跟我单独在一起，我不会让你怎么尬的，我感觉。就是你们男嘉宾都觉得跟我很难相处，是吗？其实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我觉得你那个人很好。我也觉得我很好。你这个让我怎么接茬啊？我没有办法接了，是感觉所有人都觉得我很难的相处。大家都把你当兄弟看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吗？现在就我把你当女嘉宾了吗？我现在是这样感觉的，真的。那你不赶紧好好珍惜我把你当女嘉宾？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人蛮可爱的。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如果两个人待的时间长一点，会再知道对方是不是自己适合的？你觉得呢？可能到之后，怎样啊？就是那以后再说，我们顺其自然。被小葛说服了哈，小葛突然爆发了啊！一下成熟好多，突然之间对他想要追逐的一切，他非常有条理在那讲啊。对，小葛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他说其实不是我幼稚，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你看我的行为觉得幼稚。我们听着都说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有时候张张是一个正话反说的人，当真诚的东西去打他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回击他。对对，小葛很棒，长大了。所以你们觉得他们会有戏吗？这么看起来，不可能，还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绝对没有感觉，就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感觉。我毕竟跟你在一块录了3季了，因为我对你的了解，突然觉得他们好有可能。
他俩去哪儿啊？泽泽跟那个谁？哦，那个荒野。他俩不会冷死吧？其实我觉得让范范接触挺好的。啊，这样，哎呦，泽泽会有一个全面接触之后的选择。对，说到底你就自信呗。哎，哪来自信？给别人接触，对吧？才能做出选择嘛。觉得我给你的留言还挺有压力的。刚开始听就是你前半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没想到你突然可能情绪也有一点憋住。我其实会有一点焦虑的，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来到这个新环境嘛，就其实大家都很好看，我会有一点容貌焦虑，或者是其他性格上的焦虑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绷不住了。但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对。哎呀，这个哎呀的，因为我和你其实刚刚接触，然后才认识。对。我对你真的就是不太了解。对。确实也因为跟郑郑就是在相处嘛，然后就没有特别关注到你的感受。好。走了。我觉得可能那种情况下你会很尴尬，就有一点点，尴尬。哇哦！我给你听，我第一天给你的留言。哦，好。我特地弄过来了。哦，没听啊，到现在。还没听过。我是阿范。是我。不知道你收到我的录音会不会有点惊喜，或者是有点意外？对。今天下午你说你要回北京参加复试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小失落，因为我还蛮想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去更多的了解你的一些事情的。嘴上别人都觉得他很自信，实际上你看，他是很有危机感的。我看起来，范范也挺喜欢泽泽。哎呀，早知道第一个上去了。其实我原来想第一个上去的。假如我先上去，我就先选你，然后让你去选去哪玩。然后后来不是佩佩先上去了嘛，然后他选了郑郑。你愿意和我一起雪山冒险吗？好。然后我就想着，那我就冲。这样哈。他俩可以接触吗？硬着头皮上的。我看的时候你还是有点紧张，对吧？接触完他再做出他的选择嘛。那就反正就明天。就明天我们一起去这个荒野冒险吧。4人加错，这还真挺好听。好，就叫这个了，以后4人加错。以后就叫你4人加错。对，别叫别的了，好吧？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吧。我得感觉一直在帮别人拍照，但是其实自己还挺希望有人帮我拍照的。3、2、1。啊！3、2、1。啥时候才录下一次？已经开始想看下一期了，是吧？我们其实一直以来不想把《怦然心动20岁》只定义为恋综，我们其实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别人故事里的一个成长，也可以正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脆弱。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怦然心动20岁》，我们下期再见。